诉说古今历史，微见深层脉络。历史微见很开心收到西瓜视频的邀请，参加回眸2023因知识更热爱活动。2023年即将结束，我们的世界面临着更大的不确定性。如果用一个词形容过去一年，纷争或许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而在这个纷争不断的世界当中，巴以问题又是最能展现出博弈本质的一场对局。本期我将带您回顾以色列复国以来历次中东冲突的成因，以及多方博弈背后的深层逻辑。从本质上来说，导致巴以冲突的根本来源就在于各方对以色列国是否应该存在这一问题存在着极大的认知偏差。犹太复国主义者于1948年成功建立现代以色列国，是一个典型的国际霸权主义结果。犹太复国的直接促成者是以搅屎棍著称的大英帝国。英国人以指贝尔福宣言成功在一战中将犹太人拉拢到协约国阵营。然而，贝尔福宣言所许诺给犹太人的馈赠却是阿拉伯人的土地。今日的巴勒斯坦在奥斯曼帝国时期是大约旦地区的一部分。当英国成功肢解奥斯曼之后，为了履行对犹太人的诺言，他们直接以约旦河为界，将一个统一的约旦地区一分为二。东岸是今天的约旦王国，而西岸则称为巴勒斯坦。英国人允许犹太人向巴勒斯坦地区移民，而犹太人凭借着财力，在一战结束后的短短20年间，购买了巴勒斯坦地区1/4的土地。然而，这一切自始至终没有获得过当地阿拉伯人的许可。不过，彼时的阿拉伯人正在争取独立建国，因此暂时也无力驱逐这些流浪者一样的移民。更不用说，犹太人购买阿拉伯的土地，实际上充实了一部分阿拉伯人的腰包。然而，犹太人购买土地却不只是为了生存，而是为了鸠占鹊巢。随着犹太人逐渐从巴勒斯坦地区的边缘角色变为占到1/3人口主流族群，100年的复国计划终于抵达了阶段性终点。二战后，英国宣布结束对中东地区的托管，而以色列则顺势宣布建国。对于阿拉伯人而言，他们可以接受犹太人作为少数民族生活在任何一个阿拉伯国家，但是他们不可能接受一个犹太民族国家像钉子一样扎进阿拉伯世界内部。因此，在以色列建国的一瞬间，第一次中东战争应声打响。对于阿拉伯世界而言，犹太人可以留在中东，但是绝对不能在阿拉伯世界中建立犹太国家。不过，对于其他所有国家而言，犹太人留在中东都对自己有好处。在美苏的同时支持下，以色列打赢了立国之战，而将犹太人赶回大海，又成了任何一个志在整合阿拉伯世界的领导人的最高目标。第一个愿意承担这项任务的是埃及的纳赛尔，作为以色列的南方邻国与上世纪中期阿拉伯世界最强大的国家。纳赛尔的埃及当仁不让地站到了以色列的对立面。不过，以色列不会坐视纳赛尔统一阿拉伯诸国，然后将枪口对准自己。1956年，以色列趁埃及国有化苏伊士运河伙同英法展开了第二次中东战争。1967年，为应对埃及同叙利亚的扩军，以色列又主动挑起第3次中东战争，强行吞并了西奈半岛、约旦河西岸与戈兰高地。以色列肆无忌惮的扩张令埃及无论如何也不能咽下这口气。为了收复失地，埃及与叙利亚在1973年主动引发第4次中东战争，然而他们最终依然败给了训练有素的以色列军队。但是对于埃及而言，阿拉伯世界的庞大体量允许他们输无数次，可是对于以色列来说，一次战败就意味着毁灭。因此，在第4次中东战争之后，以色列就已经考虑同埃及和解，以换取短暂的和平。早在1970年，坚定反以的纳赛尔就已离世。在第4次中东战争中，主政埃及的是缺乏远大志向的萨达特。第4次中东战争的失败让他意识到，即使埃及最终能战胜以色列，这个任务也不可能在自己的任期内完成。于是，他为了自己的优越生活，果断同以色列讲和，并于1979年成为第一个与以色列建交的阿拉伯国家。此时的阿拉伯国家纷纷指责萨达特是叛徒。然而说归说，埃及认怂之后，并没有人有胆量正面挑战4战4胜的以色列。实际上，在埃以讲和背后，是阿拉伯世界已经普遍接受了以色列的存在。埃以建交意味着阿拉伯世界已经不会再组织联军直接发动对以色列的进攻。此时的以色列也终于有机会对整个巴勒斯坦地区进行全面消化。在联合国最初的方案当中，犹太人获得了巴勒斯坦地区55%的领土。
对于1948年的犹太人而言，空手套白狼的他们自然愿意接受这个方案。但是等到4战皆胜之后，犹太人便取代了阿拉伯人，成为1948方案的坚定反对者。对于犹太复国主义者而言，希伯来圣经许诺的土地远不止巴勒斯坦地区，因此他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从 55% 扩张到 100%。可是巴勒斯坦不是无主之地，即使到今天，阿拉伯人依然是整个巴勒斯坦地区的主流族群。对于占有另外 45% 土地的巴勒斯坦国，以色列给出了2个选项：要么建立傀儡政府，阿拉伯人心甘情愿地给犹太人当2等公民；要么全部离开巴勒斯坦，给犹太人腾地方。联合国的1948方案本来就是欺负阿拉伯人，而以色列的提案就差明着要求阿拉伯人都去死。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自然无法接受，于是，在击败了外敌之后，如何消灭全部巴勒斯坦抵抗力量，成为了以色列要处理的头等大事。此时的其他阿拉伯国家虽然已经失去了正面对抗以色列的勇气，但还是愿意收留包庇巴勒斯坦人的抵抗组织。为了彻底消灭这些硬骨头，以色列挑起了第5次中东战争，深入北方邻国黎巴嫩境内，对巴解组织进行了一次彻底的扫荡。然而，事实证明，只要以色列只愿意让巴勒斯坦人当2等公民，那么抵抗组织便永远有存在的土壤。但以色列人也预料到了这一点，他们根本不考虑与巴勒斯坦和平相处。以色列选择消灭全部的抵抗组织，同时用定居点对巴勒斯坦国进行蚕食。对于不想投降的巴勒斯坦人而言，问题在此时已经进入死局。以色列的背后有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但是就连阿拉伯国家都不敢对巴勒斯坦提供全面支援。巴勒斯坦被以色列彻底吞并只是时间问题，而这一现实令巴勒斯坦人只能以最极端的行动表达内心的绝望。在这种氛围下，极端组织哈马斯脱颖而出。2006年，哈马斯在巴勒斯坦议会选举中以压倒性的优势胜出，哈马斯成为巴勒斯坦民心所向，意味着巴以之间已经没有和解可能。而哈马斯想在死局中求生，唯一的方法只剩下主动出击，通过挑起强度更大的中东战争，以吸引大玩家下场来实现破局。犹太人是聪明的，但犹太人同样是贪婪的。以色列可以在1948年接受联合国的方案，但在今日，他们却对此绝口不提。以色列到底应该有多大？或许连犹太人自己都找不到一个准确的结果。然而，对于另一边的巴勒斯坦人而言，他们只是不想离开祖辈生活的土地，更不愿意在自己家当一个寄人篱下的2等公民。不过，无论如何，巴以冲突的盖子已经被打开，巴勒斯坦国究竟会被以色列从事实上彻底吞并，还是能从绝路中找到解法？回到1967、1948，甚至更早之前的巴以边境，还请我们在接下来的1年中拭目以待。